我女儿在伦敦最近学汉语呢，她和教她的老师都疯了。我女儿在伦敦上这个学校呢，最近课后辅导班开设了汉语课，学校就问我老公孩子参不参加，我老公说参加。我说能有汉语老师教课多好啊，赶紧抓住我！我现在不在孩子身边，他汉语都退化了，不光在学校学，周末把老师给我请到家里来，1对1辅导。结果呢，上周末老师就来到了家里嘛，我在旁边就是视频远程观望，给我逗稀了。我女儿汉语的这点残存的花蕾呢，是铁岭的化肥浇灌出来的。也就是说呢，她并不知道普通话的本来面目是啥，她认为自己学那玩意儿就是标准的普通话。然后来这老师呢是中国台湾的，这老师也认为自己的普通话属于就是字正汉腔圆。然后呢，老师就问我女儿，糟的，我们今天这样子，我们来复习一下颜色哈。你看今天的天气有没有很晴朗？我就看我女儿当时瞅着老师，心里老困惑了，寻思这老师咋不好好说话呢？有没有很晴朗？然后我女儿说啊，老师说，那你告诉老师今天的天气是什么颜色？我女儿说蓝色。老师说好棒哦，那你告诉老师哈，是什么蓝？我女儿怔住了，思考了片刻，她说瓦蓝。瓦蓝。老师也怔住了，但是他很有耐性的又问了一遍，你听清楚老师的问题哈，是什么蓝？老师呢也不知道瓦蓝是什么蓝，最后就放弃了，跟我女儿说是天蓝了啦。你看到糟的，今天的天怎么样？很蓝有没有？因为今天的太阳怎么样？很什么？我女儿就搁这寻思，今天的太阳很什么？然后说毒。老师一听又愣那儿了。我女儿一寻思，那毒可能不对，想了一下说晒。老师也彻底造懵了，因为这老师他教过很多就一点汉语不会的外国小孩，但那你就得从零开始跟他沟通。我女儿呢好像还能跟你沟通，但是又完全无法沟通。反正老师当时脑袋里应该是瓦蓝，然后跟我女儿说是大了啦，今天的太阳很大。我女儿很淡定的问老师哪天太阳小啊？最后老师提前下课了嘛，就是走了。走之前问我老公，就我的普通话怎么跟你女儿对不上呢？你确定她有汉语基础吗？怎么回事呢？然后我老公呢那点汉语也是铁岭学的，所以他也不懂是咋回事。结果老师都走了，爷俩还搁那对题呢，哪不对呢？就天瓦蓝，云漂白，现在的太阳湛亮，吃完下晚饭却黑吗？哪儿不对呢？都说这个混血颜值高产出，随便生个撸一撸。混血的宝宝比较可爱，颜值比较高，这个事有没有科学依据呢？有没有科学依据？你说有没有科学依据？就我家的一对混血姐弟花，颜值画风很混搭。他俩的画风有多不搭呢？就怎么形容呢？就感觉罗马假日里赫本坐在小金凳上，优雅而高贵。镜头往前再一拉，一看骑车的是赵四。看起来他俩关系挺好，但实际上我家姐姐非常嫌弃弟弟，是不是嫌弃你啊？但是他俩最大的区别还不是长相，是体格。姐姐像活驴一样特别强悍，弟弟像黛玉一样特别娇弱。姐姐一年四季不管啥时候打开冰箱拿出来冰水咕嘟咕嘟就有灌，弟弟离冰箱2米我妈就给抱走，说有凉风。别说喝冰水了，就吃啥喝啥都得恒温，都得是先做热的，然后我妈拿小风扇再给吹。姐姐胆子贼大，活泼好动，弟弟胆子贼小，还有点老气横秋。姐姐啊，大冬天短裤冰水冰滑轮，4年没进医院的门。弟弟1年4季棉裤腰，今天咳嗽明天烧。然后大伙媳妇就看不下去了，说看不了拿铁这么娇惯，从此拿铁要交给他带。所以我家可怜的小拿铁现在每天就过着这种多款的日子。咦哦。这是爸爸。爸爸。拿铁也是没想到，都说人这辈子有几道坎儿，84有灾，73有难，最大的坎儿竟在1岁半。1岁半，那我妈看着肯定想打他呀。咱们的妈妈们啊，就当他们无法用科学去解释一个现象的时候，她往往会给出2个简单粗暴的结论：一，你现在我让你嘚瑟，到老了全落病。我老公就很费解，烙什么饼不能现在烙？春饼啊，春饼啊。我妈说将来你老了就烙了，烙了你就知道了。我老公说你这不是烙饼，你这属于画饼。你说就烙个饼，你还不说啥时候烙，你还不说烙啥饼，就给一个泡影，看老了就知道了，净整那个向天再借500年的事。咱妈妈的第2个说法就是，咱们体质不一样，基因不一样。
我们不能像你那么虎。我老公说咱俩不一样，他俩怎么能不一样呢？这俩孩子，一个母亲，一个父 ，exactly 重合的基因库，同祖而来又同宗，同一个太姥卷大葱，他俩的先天体质和基因是一模一样的。今天的不同，完全就是生活习惯和带的方式不一样。但是我也希望拿铁能就是被他爸带的稍微强壮一点。我认为孩子就是除了情感上适度粗糙没毛病，就是有点可怜拿铁了。在俺家，父子关系咋修复？天凉不让穿衬裤，文化碰撞哪家强？谁命不硬谁投降？妈只能在营养上先给你打好基础。这款诺优能孕慧奶粉，大品牌喝着放心，主打好吸收。因为喝奶这个事儿跟读书一样，书里有多少营养重要，但能吸收进去多少更重要。拿铁呀，你得要点强，赶紧从中杯往大杯发展了。长大了你也鼓捣你爹，为娘的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哎，这2天我陪着我婆婆小姑子出来玩，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，就是这几个外国人他们怎么这么开心，怎么能这么开心，就是一不小心就开心。我觉得我婆婆能活到130岁，首先他们是真热情。温迪上次见着我爸，我让他叫张哥，他记错了叫成了哥哥。时隔半年多又见着我爸，开口就是哥哥，你好哥哥，紧接着一个大拥抱。我爸还没反应过来呢，2个女儿进来，观察了一下他妈，一致认为我爸的名字就是哥哥，都跟着叫你好哥哥，你好哥哥。这我爸也整懵了，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？几个好妹妹 ？Nice to meet you。看着姥爷说英语，张拿铁不乐意了，他认为我爸叛变了。我怎么告诉你？他不光光我也不是光。妹妹们太热情了，还从内蒙给我爸带回来一条屁股能发热的大毛裤。我说温迪，你哥哥喜欢水灵一点的加佩奇骨，你给他这个补充点活力。还有个特点就是精力无比旺盛，哪都有他。我们在内蒙玩了一整天，回到蒙古包我们累的都起不来了，他维和去了。温迪听见隔壁蒙古包2口吵架，好像要打起来了，披上衣服就出去了，到处找人，在蒙古包的海洋里找到了汉族的保安包，简称汉堡包。汉堡包到那边说第4排3号包有危险，2口要打架。温迪这通描述呢，内容属实，但坐标错误。吵架那2口子在2排3号，他把保安带到了4排3号。保安到了是2个羞涩的男子，俩人本来不认识，刚被安排住一个屋，此时正在破冰。保安进来说对大媳妇儿，然后走了。走之后保安也很困惑，2口没打架呀，看这气氛可能都要圆房了。圆房，我说温迪，咱哪都有你呢，你的精力是哪来的呢？是不是吃他吃的？还有什么事儿都能开心起来？来中国就跟我说，我想这次在中国过一个传统节日。我说这个月只有中元节。他说那你就给我过这个中元节呗。我迫不及待了。我说温迪，这个节不着急，将来都得过。他说我着急，这节后边最快的是中秋节，那中秋节不得等我走了才过吗？我说其实吧，中元节也是，中元节也是。然后在蒙古包里边，因为当天活动吃9头包嘛，这几个人为了占便宜，连干马奶酒喝多了，当场就说今天晚上也有月亮，也很圆，咱就当今天是中秋节，把它过了。说时迟那时快呀，60岁的妈还有2女儿在篝火前那叫一个狂欢，加拿大跳水队都没有他们齐，那个活力值啊，就我们年轻人都惊呆了。他就让我们感觉，哎，今天就是中秋，有啥不能试的？中秋3件套，见哥哥跳热舞，挖个金月补一补。你看挖一勺像小月亮不？一天一颗，吃完了要活力满满。金秋挖金月，活力聚团圆。可怜张拿铁的这2天给忙得坏了。昨天骑马，他奶奶姑姑们上马就一顿给这些蒙古马起英文名，从 Mary 到 Sunny 到 Ivory。张拿铁刚开始就捂着耳朵不听，妈，我懂你。后来直接在马背上睡着了，睡着了。我们家拿铁因为跟他的父亲语言不同，给他爸进行才艺展示的时候整劈叉了，不小心把他爸给骂了，但是他爸完全没听懂，乐够呛。拿铁现在主要走的是这个铁岭广场舞混血舞王路线，然后每天视频跟他爸展示才艺。他作为idol在铁岭这个汇丰广场上领舞，后边一堆就是夕阳红广场舞大妈在后边配舞。每天他起舞的时候呢，都给他爸视频，他爸在手机那边看，特别感动，对拿铁跳舞的这个舞曲呢也特别上头，跟我说我儿子每天视频给我炫舞，每天跳的还都一个歌，那歌要听，我猜应该是专门说给我选了一首跟父爱有关的歌吧。我说你咋知道跟父爱有关呢？东北广场舞大妈选歌的时候曲风可正经挺野呢。他说不野，就是听起来是一首东北嗨曲，然后里边老说这个要给我一点阳光，给我一点温暖，还要给我一点娱乐存款。我一听感觉就不对呢，就在我们东北语系里，给你点阳光这句话啥时候在这儿截止过呀？这只是一个前缀呀，重点不是在你就灿烂吗？当天晚上拿铁又给他爸起舞的时候，我的视频电话也打了过去，果然给你整点阳光你就立马灿烂，给你整点温暖你敢兴风作乱，啥也不是，啥也不是。我说他爹啊，这你儿子骂你，你一点没听明白。我老公说他说我啥呀？我说你啥也不是，啥也不是，啥也不是是什么？就是啥也不是。你还别吱声呢，他还告诉你了，做人莫张狂，言多必有失。说